但他说I'm gonna fire you, you can go now。我说可是你起码你 fire 我，你要把工资给我。他说你可以去劳动局告我。我就觉得我低微到尘埃里，然后被折磨的感觉。OK。然后后来我做什么呢？我其实做蛮多东西了，我还。然后后来我就是搬到了洛杉矶，是17年的时候搬到洛杉矶。OK。因为威斯康星实在太冷了，我真的是冷到我抑郁。我说实话是真的，就是我是一个需要阳光的人，然后每天下雪我真的很抑郁啊，每天很不开心。然后就搬到洛杉矶。我搬到洛杉矶以后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你讲，但是我搬到洛杉矶我的第1个月，我其实是被骗了的。OK。我在 WeWork 工作，找到了一份就是就是一个 startup company， 但是我做了没过多久呢，就是有一个人，就是WeWork都是共享的嘛，他在另外一个办公室里，在 WeWork 的另外一个办公室里，他就找到我，他说我是做中国电影的，但是他说我是在这边做中国电影，我跟中国有很不发展。他说我特别需要一个会说中文的一个销售，你愿不愿意来做？听起来比较 attractive。对，对，然后你当时想的就是说，虽然我其实脑子当时有想过做，但是就是可能生活所迫，那个时候因为真的没钱，很穷嘛。你如果没钱的话，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对，就是你给我什么机会我都会想要，我都会好好去做。他说这个是我们可以给你做的，然后这个是怎么样，我就很高兴，我每天都非常激动的要去跟他工作，因为他说可以跟中国有联系嘛。我想说太好了，我可以用我的中文，我可以用我的销售水平，我可以做这些，我做的特别开心。结果做了1个月以后，发现他就不发工资。对，他不发工资，我问了他好多遍，他说是你的威斯康星的银行有问题，我钱已经打给你了。我说你有什么证明吗？你可以把我的工资单发给我吗？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做移民有的时候不了解，是我们可能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工作2、3年嘛，可能对美国的这些不了解，你不知道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当然知道了，但当时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当时以为真的是是我银行的问题，所以我就去我问他要工资单，他给我发了一个工资单，他给我发了一张纸，说工资单上面有什么什么。然后我去问银行说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这层打。他说可是工资单上说1个星期前就已经打了。我说这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跟他对峙嘛。银行不会骗你。对，但是当时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跟他对峙，对峙了以后他就说，我说那个钱我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下，因为我现在连交房租的钱都没有了，我现在没办法生活，你可不可以交个房租？不是说交个房租，就是给点钱，就把工资发了。然后他说我不喜欢你的态度，把我炒了。我说实话，我人生就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唯一一次。我们在那个大楼里，我记得当时在 Downtown LA 的一个 Gas Tower，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 tower。我那个时候其实每天还很开心，因为是在 Downtown LA， 对吧？然后又在个大 tower， 你会觉得说哇，就是 I made it， 我在洛杉矶做销售就好开心那种感觉。但他说I'm gonna fire you, you can go now。我说可是你起码你 fire 我，你要把工资给我。他说你可以去劳动局告我。你告完我再给你发工资。对，他是这么说的。那就是骗子呗。当时不知道，当时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我可能太单纯了吧。对。是，然后他就叫了 security， 是 security 把我送下去的。我也不是说我在闹，他们把我送下去，所有的人都看到说好像我怎么样一样，其实没有，他只是没给我工资以后。所以我当天，我过了2天我就去了劳动局告他嘛。然后劳动局很慢嘛，我这个事儿就搁置了。我只是告了，我填交了一个 complaint。然后我想说那不行，我现在需要份工作，我需要赚钱，我需要吃饭呀。
这个时候我就到处找工作嘛，我就想说谁给我第一份工作我就去他们那里。是，你知道rental car 吗？知道就那个租车公司他们有一个叫 management trainee 的项目，就是说你可以做那个项目以后，叫什么管培生吧，好像是，对，管培生，就是你可以做那个项目以后呢，提升 whatever，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就是领导力很重要嘛，所以我一想说，哦，你是 management trainee， 你可以教我怎么样做leadership all that stuff， 我就还很开心的。rental car。我在那儿工作了10个月，可能是我人生工作经历里面最极端痛苦的10个月。就是我从来没有，就我觉得我人生从来都没有过那种，我就觉得我低微到尘埃里，然后被折磨的感觉。对，我说说我在那儿工作了10个月以后呢，我永远不想在那儿租车了。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说，我反正就跟你说最简单的，就是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最低级别的一个 insulting 了。就是我是管培生，但是我是要洗车的。我每天都需要洗车，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洗车。OK。因为要 customer service。这个是就。其实 ，OK， 我这样子，我打断说一下哈，就其实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那个对那个东西的理解怎么样，我大概说一下我的看法，就是美国它这边的这个管理啊，或者叫 retail 这种管理啊，比如说像那个沃尔玛的，有的时候会推车的，有的时候是需要关门的。这个我知道，因为我很多同学都是做这个的。但是你不能说就是洗车的话就会很那个，就是在他们这边。来看的话是一整套。我是完全可以，我曾经什么都做过。对，我给小孩换过尿布，我也刷过厕所，我都做过。所以对我来说，而且我洗车已经是我觉得是已经最低级别的了。一个对我的一个，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比如说客户他们可能会说一些非常 insulting 的话，然后你告诉领导，但是领导不会去 back you up。他们会去站在客户的那一边，会这样子很多东西，然后很多还有一些伦理上的东西，比如说你租出去的车可能不是那么好，或怎么样，就是很多东西吧。然后我不想说太多，我反正就是非常不好的10个月。OK。对，非常不好。然后洗车已经是最已经最能够说得出来的一件事了，最能说得出来的一件事情了。还有太多我都不敢说。反正我就看到了很多，就突然就觉得就是说，好神奇啊。对，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到了很多人生百态，你看到很多，就起码让我知道，就是说我为什么我现在特别的感恩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和我现在的这份公司，就是以人为本嘛。起码我前面的那份工作，它没有让我觉得它是以人为本的。就是说，我现在这份工作，它是让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是以人为本的，就是 you matter， 你不只是一个数字。这个是我觉得是我非常感谢的地方。